洪都拉斯很乱，乱到什么程度呢？独立150多年，然而政变就发生了近140次。在这里，黑帮横行，毒品泛滥成灾，连总统都是大毒枭，你敢信？谋杀率更是世界第一，每10万人就上百人死于谋杀。而在这儿24小时开着的不是便利店，而是殡仪馆。妻子能被当成商品随意买卖，甚至还因为一场球赛爆发了一场战争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洪都拉斯位于中美洲北部，国土面积约为11.25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为1059.4万人。在西班牙语里，洪都拉斯有着深渊的意思，而洪都拉斯也不愧是名如其国，成功的混上了中美洲4大烂国之首的位置。不仅经济差，犯罪率更是相当的高。说实话啊，按理讲洪都拉斯的底子应该不差，要资源吧也有，什么金啊、银啊、铜等矿产资源，尤其是银矿，中美洲各国储量最多的就是它。全国近3/4的土地都是山地，所以森林资源呢也相当丰厚，能产出大量的优质木材。这再加上因为当地环境等影响呢，还生产香蕉、咖啡等作物，有这些东西稍微努点力，日子也不会过得太差才对。然而洪都拉斯偏偏就成了世界最穷国之一，人均 GDP 也只有2800美元出头，而它是怎么做到的呢？自从1821年宣布从西班牙手上独立后，就没消停过。150多年里，光是政变就发生了近140次，后面更是被美国打造成香蕉共和国，狠狠压榨了50多年，辛苦半世纪，结果钱呢全被美国军走了。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洪都拉斯的悲惨经历，那就是离美国太近，离天堂太远。之前美国用香蕉把洪都拉斯搞得一团乱，等香蕉没了，毒品又接踵而至。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毒品消费国，自己生产不来，那就只能从外面进口。恰巧呢，哥伦比亚又是著名的毒品生产基地，这一南一北让中美洲，尤其是洪都拉斯成了毒品中转站，有80%销往美国的毒品都得经过洪都拉斯。要知道，贩毒可是这世界上最暴利的交易之一，与之带来的就是黑帮横行和犯罪率飙升。为了能生存下来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加入黑帮，而加入黑帮的人越多，当地的治安呢就每况愈下，最后形成恶性循环。有座城市每天至少3起凶杀案，有不少人称它为撒旦之城。有人就问，既然洪都拉斯这么乱，难道政府就不管吗？嘿，管不了一点。先不说当地政府自己就够乱的，压根就没能力去管。而且很多毒贩呢，之所以能够这么嚣张，就是有政府官员充当保护伞，收受贿赂，对贩毒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甚至前总统都没能忍受住贩毒带来的巨大利益，亲自下场去贩毒，结果就是他不仅被罚了800万美元，还得吃45年牢饭。再说了，因为经济太差，官方的装备呢还不一定有毒贩们的装备好，一旦起冲突，到时候赢的是谁都不一定。就这种情况，你叫当地政府怎么去管？因为国家太乱，当地民众也待不下去了，纷纷拖着袋口，大包小包的就准备移民，超20万人浩浩荡荡的就往美国走。洪都拉斯不仅国家混乱，还相当奇葩，不仅妻子能随意的买卖，爆发战争居然只是因为一场足球比赛。玛雅文明的发源地就是洪都拉斯，然而璀璨的文明没流传下来，反倒是把卖妻子的陋习也继承下来了。在当地西北部一些村庄呢，每隔3个月就会开一个集市，但里边卖的不是吃喝玩乐的东西，而是老婆。在这里，要是看中哪个女性，想要她当自己的老婆，方法很简单，那就是拿自己的老婆来换。也就是说，女性在这个集市里呢被当成商品，男人可以随意的交换，女性还没有拒绝的权利。最离谱的是，要是把新老婆带回家有点腻歪了怎么办？简单，等集市重新开门后再去换就行，一直换到自己满意为止。就是这么一个奇葩的国家。曾经呢还因为一场足球赛而打了场战争，洪都拉斯和自己的邻居萨尔瓦多关系一直不咋地，两国民众呢更是相看两厌。在1969年，两国甚至打了一场持续4天的战争，而导致这场战争的原因居然是因为足球。这一年呢正是世界杯年，萨尔瓦多客场跑去洪都拉斯比赛，因为受到干扰而导致比赛失利，结果有位萨尔瓦多球迷呢接受不了，最后自杀，这让本来就生气的萨尔瓦多更加愤怒。在之后的2天比赛都取得了胜利，这下洪都拉斯人又不服气了，不仅殴打报复萨尔瓦多人，还掠夺了他们的财产，矛盾是越来越大。之后两国断交，随着萨尔瓦多偷袭洪都拉斯，足球战争就这么爆发了。这也是世界上唯一一次因足球而爆发的战争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你发起的小手，来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